这里是 Nike Outlet。我还小的时候，正职是穿网球拍线，兼职才是卖鞋的鞋店老板就说过 ，Nike 王八蛋，的确是比别人好一点，但就是贵一些。几十年过去，起起落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说啊 ，Nike 不行了，现在大家都穿什么什么什么了。说归说，几十年过去，GoGo 依旧是老大。嘿，我是兔兔，旅居美国，代购15年，玩鞋30年。说到运动用品，怎么可能不谈到龙头老大 Nike？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龙头老大的经商店 Nike Outlet， 聊聊美国常见的 Nike 店有哪些，各种 Nike 店是干嘛的，有什么好买，什么时候好买，观光客该怎么逛，还有我们的业内经验，让我用在地人、观光客、代购3种不同的角度带你看看 Nike Outlet 的3重宇宙，一定要看到最后哟！3、2、1 ，Let's go！ 在美国常见的 Nike 主要有3种，一种是 Nike 直营门市，统称就叫 Nike Store， 旗舰店等级的以前叫 Nike Town， 是类似 Nike 体验馆的地方，通常都会开在每个城市最精华的地段，一个城市只有一个，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是 Nike show muscle 展现活力的地方。第2种是 Nike Outlet， 其实就是 Nike Factory Store， 中文叫工厂店，也叫畅货中心。第3种是 ES Employee Store， 就是所谓的员工店，通常要员工证或是邀请卡才能去。最有名的是 Nike Beaverton 总部的员工店，那间我就没有去过，但我去过 Memphis 的 ES。员工店的东西通常就是5折，那比较抢手的东西一样也是要排队的，就是了。还有一种就是比 Nike Outlet 更 Outlet 的叫 Nike Clearance， 也就是清仓店。那 Nike Clearance 也是我代购生涯的起点，那个我会专门再做一个专题跟大家报告的。Nike 有可能会去更动这些 category 的名称，或是去改动分级，但基本逻辑是一样的。现在进入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像今年出现的 Nike Unite， 就是介于直营店跟 Nike Outlet 之间的中间形态。了解这些分店之后，我们就来看看在 Nike Outlet 这个主战场里怎么买最精明呢？近年也很容易在 Nike Outlet 出现上礼拜才发售的最新款。一种说法是 Nike Outlet 也是 Nike 直营店，帮忙销一下库存，那省了之后还要搬。那另一种说法就是有人买了，才想到下礼拜要付房租，赶快拿去退掉。一进到 Nike Outlet， 我觉得就要先冲最后面的清仓鞋墙。第一优先就是去看9号的区域 ，sample 鞋大多都是9号的。以前很多 sample 都是宝贝当成杂鱼在买，现在比较少。但清仓的墙面是最值得先试试手气的。如果找到很稀有的 sample， 无论是自己收藏或是上网转卖，都是很不错的收获。对在地人而言，平常来买双运动鞋或是上健身房的衣服也不错。虽然说去 Marshalls 或是 Ross 有时候折扣力度更大，但通常折扣店的选择比较少，款式尺寸都不稳定。Nike Outlet 虽然有时候折扣普普通通，有时候价钱说实话不是很Outlet啦，但选择多嘛。怎么样算在地人呢？土生土长的老美嘛。对我而言啦，我这里讲的在地人，特指的是在美国生活的你跟我。我们有点老美的习惯，有点老美的思维，但骨子里还是会精打细算的华人。我们很少买东西完全不查价的，通常会觉得说这个在这里很便宜耶，潜意识在跟台湾比，不是在跟美国比。那选鞋子的时候很容易不自觉在意这双台湾有没有发，这双台湾没有发，我就是要穿这种台湾没发的回去，一定特别帅哥。那如果是观光客呢？观光客只会自肥买自己穿的。Nike 经常有一些 CT Edition 的东西很值得看一下，譬如某个城市或是当地球队的 T 恤啊、周边啊，这些东西经常只有当地或是周围有，这种东西很有代表性，也很独特，众人自用都很不错。所以一个 Nike Outlet 一样东西，3种人有3种不同的角度。什么时候是下手的最佳时机呢？我觉得节日是下手的最佳时机。美国每年几大购物节日啊，劳工节、国庆日、黑五、圣诞节，这些大节日都是美国人消费的高峰。Nike 也都会有很好的折扣，经常有全面8折或是额外7折的这种。有全面折扣的时候，去挖那个清仓鞋墙上的东西是最有感的。但货架上的商品就不一定，有时候其实会有折扣陷阱，譬如原价200的东西，节日它会换成特价199.97，特价0.03，看起来很蠢，其实它是要配合全店0.97结尾，然后再额外7折，这样就会变成大概140。那这样一来又感觉折扣很用力了，好像又不蠢了。但是呢，其实那双鞋平常日特价也就是149.99，差10块而已，而且平常日还不用人挤人。那节日的时候就是人多啊，非常折腾。节日很适合体验现场气氛，来人挤人啊，凑热闹啊。我只有在黑五的时候看过 Nike Outlet 的停车场是停满的。以前的黑五是凌晨开始，凌晨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个更用力的折扣，但是要早上天亮就恢复普通黑五的折扣。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其实通常在节日的前几天就会开始有
pre-sale 就已经是节日的折扣了，所以我不认为代购应该在节日的时候去，人挤人实在太可怕了。pre-sale 的时候就好去了，问清楚当下的规则，毕竟现在规则改来改去的，那早早解决，让他们在节日的时候专心去接待一般客人，不要打扰人家，这也是很基本的业内伦理。我真心觉得黑五的 Nike Outlet 现场跟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倒数一样，一生要来体验一次，那是 once in a lifetime 的经验，但一生一次就够了，那真的够呛的。无论你是在地人或是观光客，都该体验一下的。我最早开始代购的时候是用 WhatsApp， 那还是 iPhone 4的时代，其实叫 WhatsApp 啊，以前都叫 WhatsApp， 也没有 StarX， 那是资讯很不透明的时代，算是一点一点见证着 Nike Outlet 的繁荣昌盛，然后一点一点见证它的美丽与哀愁。以前资讯很不透明，很容易有东西流进 Outlet 就留在 Outlet， 流来流去流成仇，没人去买它就一直降价，等待被发掘。那是连我都觉得 Nike Outlet 真的很 Outlet 的时代，有跑就会有机会，那真的是寻宝啊，总会有神奇的东西出现，也总会有真的很神奇的价格出现。那现在店员自己也会查价钱的，很多店员自己也在玩这个游戏。前阵子 Nike 很大的丑闻就是一个资深主管的儿子啊，用他老娘的内部账号去查这些限量球鞋的库存跟位置，然后大量扫去卖，好像还用了他老娘的公司卡，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手段啊，这当然是不对的啊，但可见他也是够聪明的，只是用错地方。可见越来越多人知道 Nike 是可以转卖的，也越来越多人投入这个行当。那 Nike Outlet 的规则也是改来改去，主要都是看店长。以前有个规矩是限购一个 SKU 5双，这时候每一个店长的解读就不同了。有店长觉得是一款鞋子限购5双，另一个店长判断不一样，他觉得一个款式的一个尺寸是一个 SKU， 所以他认为是一个款式一个尺寸可以买5双，就要我敞开心胸买，出境买。所以这个全看店长心情，这也是 Nike 最大的问题。其实很多大公司的挑战都是一样，天高皇帝远，公司归公司，店长归店长。所以做这一行呢，规矩归规矩，制度归制度，到头来还是看人。大家都尽力的在尽量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个游戏从来都不是走进看到什么通通都买回去卖掉就发达了那么简单，大家都在人情与规则之间不停的角力。这个游戏始终就是没人抢没人抢的东西 ，Nike 自己也知道，所以也一直很积极用各种方式在维持品牌价值跟热度。要你买不到，又不能都不买，这个就是代购的日常。观光客指南，来美国玩是一定要 shopping 的啦。美国是消费大国，沿着 highway 有无数大大小小的 shopping mall 啊 outlet mall， 但不是每一个都值得开下去逛的，就要看 Nike， 看有没有 Nike outlet。有 Nike outlet， 经常会是 outlet mall 值不值得去逛一下指标。Nike 都帮你做好试调了，没人来的地方他们也不会去的。Nike outlet 通常都是开放式的、自助式的，你可以尽情试穿、尽情的把玩。很多人情不自禁手机就拿出来了，毕竟一口气看到那么多球鞋，然后那么大鞋墙，加上宽大明亮的卖场，还有现场音乐烘托气氛，尤其 Nike 的品牌形象就是又潮又充满能量，很自然就让人热血沸腾，就是要打卡拍照一下啊。我看 social media 上很多人会炫耀战利品，这也是 Nike 聪明的地方，它让购物变成一种文化。观光客很少人会空手而回的，只有代购才会空手而回，观光客不太容易啊。观光客在 Nike Outlet 不只可以买到商品，还可以买到一种体验，体验资本的肌肉，体验 Nike 的肌肉。一样是 Outlet， 一样是唱货中心，我 Nike 的就比你大，就比你的量，我的东西就比你多，我就比你厉害。也有些人来美国玩，一心一意就想代购，想把机票赚回来，这个我其实不建议。你是出来玩的，就好好玩吧。一来你不是长期在这，折扣时机不对，很难捡到真正的便宜；二来节日折扣的时候人山人海，根本自讨苦吃。那三来最重要的，说实话，这行为有点灰色地带。所以我觉得观光客就当观光客，体验就好。真的追求极致折扣的是代购。那一样的 Nike Outlet， 什么人做什么事，大家各自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这样还是比较恰当的啦。好啦 ，Nike Outlet 就聊到这边。不管你是哪一个宇宙的人，我相信 Nike 一定都占了你人生的某一段记忆，很容易就很有共鸣的啦。虽然现在资讯透明了，做代购的人多了，很多店员也会查价钱了，规则又改来改去，但 Nike 依旧是 Nike， 依旧是一个 Outlet Mall 值不值得去逛一下指标啊？依旧是去买个运动鞋、买个运动服的好选择啊，也依旧是节日逛街必去、人挤人凑热闹的景点。那我也经常会选 Nike 的小朋友的小衣服当礼品送人啊。Nike 依旧是上得了台面，送人绝对不会错的大品牌啊。那 Nike 依旧是自带光环的4个英文字母，你一定有关于 Nike 很酷的故事的，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最后就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人生继续，我们下回见，拜拜拜拜拜拜。